我们没有强者，没有弱者，每个人在一口船里面，一起赢，一起输。你的任务是如何把它训练成他跟你一样强。如果我们有真正去翻阅历史的话，端午节其实是在我们战国春秋时代就已经开始盛行了，尤其是在吴国跟越国这两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在端午节的时候，他们是拿来祭龙的，是去拜神的、拜龙的，也是一个活动让他们去驱瘟神庆祝大丰收。那么只是刚巧呢，屈原选择了在这一天投江，也让这个季节更加的美化了，让它可以慢慢的传递下去下一代。龙舟其实有2500年的历史了，经过那么多年的传承，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了不同的因素或美化或者怎样。我相信这一些都是无所谓，因为它都是我们传承的一个部分，主要是如何让这个东西传承下去。1976年，在香港，他们就举办了一个国际龙舟邀请赛，邀请了世界各地很多的选手来参赛。那么在那一次比赛过后呢，这个项目就被英国人看到了。在那时候，他们从香港引进了这个龙舟这个赛事，去了欧洲的国家，也就透过他们的宣扬，把这个水上运动宣扬得很风行，甚至把它传去给全世界。我们安坤哈嘎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成立的，当初的初衷就是想要把这一个龙舟这个运动介绍给大家。也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对龙舟文化是完全他不了解，他是进了来当做一个水上运动，他做了，他喜欢上了，才慢慢发掘了他这个文化。龙舟点睛仪式开始，请交龙头。1点天庭，吉星高照，鸿运当头；2点鼻子，和谐幸福，万家平安；3点口令，笑口常开，大吉大利；4点龙角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；5点眼睛，愿龙舟为我们带来健康、吉祥、如意。击鼓。在中国很多的地区呢，他们的划龙舟其实还是保留在端午节的时候才会开始做的，所以他们在端午节过后，他们会把船沉去湖底或河底藏起来，到接近端午节还把船给拿上来洗干净，然后再做一个点睛仪式，把那个就是所谓的把龙给叫醒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下来，他们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在每一个季节开始前，我们会回来做一个大扫除，帮我们船洗一洗，龙头洗一洗，然后我们在第一天就做一个简单的点睛仪式，当做是我们的那一个季节的开始了，然后也祈求大家可以平安。龙舟其实它一开始呢，它是跟宗教或者是你的信仰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的。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这一个转变，我希望可以透过的就是说，不要被宗教给约束，而保留的是它的一个文化的价值在。所以我们会开始慢慢的去把这一个文化给传承下去。我们做这个东西呢，纯粹只是想要让大家可以了解以前为什么有这一个东西。有时我们也会祭拜，当然别的种族、别的信仰的，如果他们不要跟我们一起祭拜，他们也可以在旁边看我们这个东西，因为这是一个culture，我们讲的是一个文化啦，所以我们是想把它传达下去了。一般上你们看到龙舟，它除了有鼓手跟一个舵手之外呢，其实我们中间的我们的桨手呢，都分成3个部位。前3排我们叫做起桨手，他们是属于打节奏的。然后中间呢4排我们叫引擎，他们是我们主要的战力。在后面我们有3排叫 rocket， 也就是我们的火箭，他们是我们比赛时候到了接近尾声最后的那一击。
就是我们的杀手锏啊。那么鼓手呢，他是我们的军师，因为在我们划龙舟的时候呢，只有鼓手跟我们的舵手是可以看到四方的，所以鼓手呢，他往往会在比赛的时候呢，去看对手的策略。鼓手在龙舟里面其实就是中心点，就是整个船都会以它为中心，然后他是那一个调整步骤的一个人，他也可以让整个船振作起来，也让船知道它的结尾在哪里。所以鼓手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鼓在龙舟里面就是龙舟的心脏。那么我们后面的舵手呢，他们是我们指定去引导我们方向的人。我们船的方向是由我们舵手来控制的，所以他是属于我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没有他，我们的船是不可能走到去任何一个地方的。我们有自己的比赛的那个通道，如果舵手他掌控不好，他就会远离他的那个通道，他就会撞向另外一艘船。所以舵手其实很重要，然后舵手要经过很多训练才可以成为比赛的舵手。跟着我们国际的标准来说呢，龙舟只可以分成2种一个我们叫做 standard boat，standard boat 就是标准船。标准船呢是可以坐22位桨手、1位鼓手跟1位舵手。那么我们讲小船呢，就是可以坐10位桨手、1位鼓手跟1位舵手啦。所以我们龙舟你可以看到，这一定会分龙头 drummer 的椅子、鼓手的鼓，然后就是前面的3排就是我们的椅子 bench 10排的椅子，跟后面就是给我们那个舵手的那一个桨，放他的桨的，还有就是龙尾啦。那么一般上比赛呢，他们会以龙的鼻子的前端冲线为标准，就是过终点了。当一个龙舟比赛忽然间你发现你的龙头不见了，我们是不会去比的，因为你拿不到那个标准，所以它任何一个部分都很重要。划龙舟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龙舟的精神，一般上大家都会觉得，就是团结。我不可否认，没错，第一个就是团结。可是除了这一个元素之外，其实它还有其他一些元素。我们是不会歧视我们任何一个团员的，我们没有强者，没有弱者，每个人在一口船里面一起赢，一起输。一艘船赢，一艘船就是赢家；一艘船输，就是一艘船输的，没有说你是赢，你输，就是这样。Friend invited me to come and try out this dragon boating sports. It's something that's alien to me. When I came and give it a try, it's something that's really fun. It's something that it's about mental strength as well. It's something that as I come for training, I talk to my fellow team members. I learned that a lot of things are possible. 当大家都在滑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累的时候，我不能停，因为大家都在滑。所以呢，变成我会跟我自己讲继续还有一点，继续还有一点，然后就变成滑完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原来我可以的，我以为我不可以。Nobody tells me to give up my dragon boat to be with them, but they always complain, oh, Saturday cannot go out, Friday night cannot go out because Saturday morning I have to be up early as well. So yeah like that sacrifices, but it's for a good cause. 我们的口号每次说一起要成长，一起成长。那么这是怎样来呢？是一艘船的责任，也不是一个个人的责任。哪怕你跟你不喜欢的人坐在一起，他很弱，你一开始会有点抗拒，可是你的任务是如何把他训练成他跟你一样强，这是我们要的任务了。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所谓的团体的精神。我本身呢，在参加龙舟之前呢，我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。我也不怎么什么运动了，我就因为都喜欢中华文化，我就进来参加龙舟队，我就做运动了。因为我对它的喜爱是因为比赛而开始喜爱的。因为当我去了巴厘岛，我接触到了别的国家的团队，我看到了这个龙舟队在外国多么的盛行。我觉得我们龙舟队在马来西亚就是那么的渺小，原来世界各地都有这龙舟队的。这个运动是值得我们去推广的。我对马来西亚龙舟的这个趋势是希望它可以被大家的认知，不然的话大众很难接触到我们。他们也不懂在普特加这个小小的地方，默默的有几个队伍在这边划龙舟，每个周末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走出这个小框框啦，让大家都知道这一个运动。